中印两国边境问题分歧依旧，印度的野蛮要求就是痴心妄想。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元绍。近日，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印度会见了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了沟通。应该登高望远，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上，推动边境局势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而印度人还是老一套的说法，印度和中国关系的发展以边境的和平、以安宁为前提，迫使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多做一些让步。中印双方通过18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同意通过军事或外交渠道保持沟通，解决中印边境西段的有关问题，但是进展缓慢，似乎面临一个死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印度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野蛮要求呢？首先，印度无法接受现在在西线地区中印双方对峙的现状。目前中印边境西段只剩下德普桑平地最后一个接触地区。印度国防部官员证实，解放军对任何撤退都不再感兴趣，印度的要求就此被晾在了那里。印度媒体报道称，解放军在德普桑平地驻扎的部队没有丝毫后撤的迹象，其后方还不断地向该地区修建更多的战备工路、直升机野战机场和永固型的军营。第二，中国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军事竞争优势不会让步，因为这些优势都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边境主张，而且击中的是印军的软肋。印方称，解放军在德桑普平地的兵力部署对当地的印度军队形成了极具威胁的前行包围圈。德桑普平地扼守了印军在西段边境地区的唯一一条连接后方的补给公路关口，与加勒万河谷、温泉、班公湖这3处争议地段的较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解放军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边境西段的主动权，印军的软肋被拿住了。第三，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方向投入了太多的军费，影响其军队的长期发展，因此他们更急着要解决问题。同样是在边境线上投入军事资源，印度军队因为要花掉23%的军费，正面临着陷入战略陷阱的问题。中国不把中印边境方向当成战略重点，也能通过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竞争，让印度受不了。这就是两国实力差距的具体体现。第四，印度想把边境问题看成是中印关系改善的前提，而中国认为边界问题不应该影响两国关系大局。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印度的被动，还能证明中国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格局。中国虽然想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但是要想让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换取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那么这完全就是想多了。总体而言，印度既然在边境地区挑衅了中国，就要承受两军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对峙的新态势。这场较量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军事基础设施建设的竞赛，结果出现了印度方面难以接受的局面。让印军更难接受的是，就算中国不会在边境问题上做出让步，而印度在经济上同样对中国的依赖度非常高，而当下呢又没有太好的反击办法。如果两国军队边境对峙的态势让印度无法接受，印度人还幻想着中国会让步，那么中国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构建更大的军事优势，让印度军队认识到中国军队惹不得，惹了就要承受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这样才能治愈印军蚕食中国领土的老毛病。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